我今次想講下低需求彈性同埋總收入嘅關係。凡一講到彈性呢，其實都係講緊兩者之間嘅關係，就係價格同呢個數量，即係需求量嘅關係。咁咩叫低彈性呢？或者我舉一個例子啦。好啦，如果你喺沙漠賣水嘅話，我哋話水呢係低彈性，即係咩意思啊？幾貴你都要買嘅。咁圖形嘅表達就係話呢，符號嘅表達啦，就係話無論沙漠嘅水你點樣加價，個數量咧都冇得點跌，因為冇就要會死啦嘛。咁當然有人買唔起都會跌嘅，咁咪要死咯。咁但係咧，無論點加，數量都唔跌。咁我哋根據嘅定義咧就叫低彈性啦。好啦，咁同學應該都 feel 到嘅，沙漠嘅水咧，由於係低彈性，我哋應該要加價，因為加價咧賣貴咗咧，其實係得益定損失啊？係一個收入嘅增加咯。咁當然啦，有啲人買唔起嘅都會，咁但係咧都有損失嘅，數量下跌嘅損失。咁但係其實一加一減之後，你發覺咧得益加價帶嚟嘅得益都係大過數量下跌嘅損失嘅。咁我哋會先做咗分析先，咁然之後咧將呢啲文字咧寫翻上去嚟答翻個問題。咁所以其實分析好緊要嘅，因為你做咗之後咧，之後嘅上升啊、下跌啊、大過啊、細過啊，你係唔會錯嘅，你只不過跟翻你嘅分析用文字表達翻出嚟啫嘛。好啦，我哋將個分析用文字寫翻上去。P 箭嘴上升，文字嘅表達係價格上升百分率，呢啲字眼就唔可以錯啦，因為係彈性嘅定義嚟嘅。箭嘴符號大於咯，大於。好啦 ，Q 箭嘴下跌，數量下跌百分率，我哋用翻百分率啦，又係唔可以錯。同埋呢個大粒星呢，即係話文字表達最重要嘅部分，呢個基本上就係攞晒文字嘅分數噶啦。咁至於第二句呢，就係可寫可唔寫嘅。價格嘅上升其實收入嘅增加啦，大於數量下跌帶嚟嘅收入嘅減少啦。咁呢句其實唔寫都一般都唔會扣分嘅。好啦，文字做完之後呢，我哋用圖形嘅表達啦。好啦，表達低彈性呢，教一個口訣啦，就係話將條需求線斬喺中間，高彈性就話高啲，低彈性就話低啲。咁但係可能有學校會教咧，要表達低彈性咧，要畫一條斜啲嘅需求線。咁其實兩者冇衝突嘅，點解啊？因為當你條線畫得夠斜嘅話咧，你發覺咧大部分咧都係喺下半橛啦。點樣表達咧？都係喺低彈性嘅部分。其實高彈性嗰橛咧已經唔見咗啦。咁亦都係冇咁易畫錯。咁睇下同學揀一個方便大家去記咯。咁又係啦，今次我哋要加價。要低彈性，所以咧由頭到尾咧都要畫低啲。但係跟住嘅加價都係喺低彈性，由頭到尾你就唔好一加到去咁鬼死高，咁變咗高彈性，咁成個圖就錯啦。好啦，加咗價之後，我哋有兩個收入啦。好啦，加價前嘅收入 P0 乘 Q0，加價後嘅收入 P1 乘 Q1，我哋對比之下咧，其實多咗一個面積，少咗一個面積嘅。好啦，多咗嘅面積我哋用斜線去表示啦，或者咁其實畫埋箭嘴咧有個好處噶，加咗價加價，咁呢個面積咧其實應該係加好，即係得益嚟嘅，加價帶嚟嘅得益咯，呢個面積咪係咁，或者我哋再穩陣啲 label 埋佢咯。好啦，斜線嘅部分就係加價帶嚟嘅收入增加。咁另一部分我哋或者用橫線去表達啦。咁畫埋箭嘴嘅好處就係話咧，你睇到數量減少。咁所以呢個面積咧，應該係一個損失嚟嘅。咁我哋又係啦，用 label 埋佢咯。好啦，下邊嘅部分就係數量下跌帶嚟嘅收入減少，即係損失啦。咁亦都證明咗嘅，如果低彈性你加價咧，個得益咧喺面積上面圖形上表達咧，亦都係大過損失嘅。咁亦都係一致嘅。咁但係都係嗰句啦，我哋先做好符號嘅分析先，然之後咧再將個結果咧。用文字表達一次，用圖表達一次，咁就冇咁易錯啦。